Hello，大家好，我是波波。那今天波波呢就正式把这个直播从原本的星期四改成今天星期三啦。那改的原因也是很简单啦，因为呢之前已经有许多的朋友呢跟我讲，喂，星期四有撞到别的一些节目啊，或者说星期四不是那么适合啊，一直呢要我把这个直播的就是那个时间改掉。所以呢，我左想右想啊，能够改的也只有星期三了。所以呢，今天就在这里直播跟大家讲，哇，张庆信跟这个国有执行长因为酒的事情而惹上麻烦。嗯，对。那讲回张庆信的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他其实是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再被炒起来的话，那如果还有朋友是不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呢，他大致上呢就是张庆信在一个旅游部举办的活动当中呢，本来这个活动呢就是它是由许多民间团体都有一起参与的，那它的主要推广对象呢也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观光旅客嘛。因为这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这个团体呢，也是有在这个旅游部的活动当中的。那活动完了之后呢，张庆信就跟其他的一些嘉宾啊就很高兴嘛，就一起举起杯啊，拿啤酒在那里就拍了一张合照。不料呢，这个合照呢一经上传了，哎，马上就被右翼分子盯上就讲说，哇，堂堂部长，你居然在官方的场合喝酒，有没有搞错哦？旅游部的活动居然是可以喝酒的咩？不行不行不行今天的朋友非常的热情，OK，大家晚上好。那呃，这个举起杯喝完酒之后呢，OK，就引来了一堆骂声啦。那安华也出来讲说，哎，张庆信这件事情你下不为例这种官方活动呢，其实是不能够喝酒的。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呢，如果说今天是旅游部办活动，然后呢他自己去提供酒水呢，这一件事情可能真的是有一点不哈唠，OK，因为官方活动一般上面呢就是不会提供酒精以及非清真食品嘛。但是呢，其实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酒水呢，如果是那些参与者自己拿过来的，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我先告一段落，让大家呢去斟酌一下哦。那我们来讲今天的新主角，也就是这个国有的执行者，他呢更加夸张哦，因为呢他连酒都没有喝到，并且呢他是在外国开的香槟哦，这甚至都不是马来西亚的活动，那是一个国际活动是一个赛车活动嘛。那马来西亚就赢了这个奖牌那他就上台跟其他的参与者去领奖啦。那因为太开心了嘛，领奖赢了比赛，就开香槟咯没有想到这开香槟的动作呢，哇，又引起了国内一些可能保守组织的反弹。诶，令人意外的是，平时 Love s a n d 我们说的诚信党这一次居然来蹭这一波流量，他们也破天荒的发声讲，喂喂喂，一定要对这个国有的执行长进行采取这个严厉的行动那诚信党这一次的发文非常的快还快过阿克马跟一党所以呢。这一次这波流量真的是给诚信党蹭到了。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一个穆斯林也好，马来人也好，如果说他在这个国际场合做开香槟的动作，诶，那到底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呢？那针对这件事情，当然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那比如讲邓章清，他就讲说，首先这个是国际活动。国际活动就肯定会有酒水嘛，那如果你说连去开香槟都不行的话，是不是说连派穆斯林代表去也不行了？那么按照这种情况，是不是连这种国际活动都不能够派人去参加了呢？那另外一部分呢，当然好像陈进党呢，他就讲说，哎呀，你作为这个穆斯林，你本来就应该知道那个敏感度在哪里嘛，为什么人家叫你去开香槟，你就去开？这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论述在那里讲了。可是其实呢，如果我要说是两种不同的论述的话呢，其实这个真的是在讲一些花言巧语罢了啦。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话讲白一点呢，我想其实就是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之间的论述，就是穆斯林跟非穆斯林呢，在看待这个议题上面呢，其实是非常两极化的。你可以，我觉得甚至是可以呢，很简单的这样子做一个一刀切。
甚至都不是说它甚至不是一个好像那种层次反省法，可能它跟种族跟宗教不是太有关系。有些华人也是反对这个层次反省法，有些马来人可能会去赞成等等。但是对于喝酒这一件事情呢，那个界限是非常明确的。穆斯林就是会反对到底非穆斯林就觉得喂。这样子，马来西亚本来就是多元社会吗？这样子，非穆斯林喝酒，穆斯林在旁边不能喝，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其实呢，面对这种两极化的论述呢，我觉得张庆信也好，还是这个国有的执行长也好，他们所反映的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可是没有提出来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存在吗？它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过背后呢，它反映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多元的马来西亚，其实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它只是一个幻象而已。我们想要达到一个多元的社会，但其实我们只是不同的背景的人、不同宗教的人，被迫在同一个社会里面和平共处而已。如果这一个社会是真正的多元的话，那么其实这种分歧早就应该被融化、被接受、被接纳为它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可是为什么它会一再被拿出来炒作呢？好，我回到刚刚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共场合，如果说参与者自己带酒来，这种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你看我们平时在一个普通的一个 setting 一个普通的可能一个小镇子里面，那你本来就是会有妈妈档，会有华人的烧肉店，会有啤酒店，甚至是超级市场里面它也是有一个 section 是专门放 non halal 的一些酒跟猪肉食品的。这个 section 呢，它最多只会放一个招牌在那里跟你讲，这里是 non halal 的，但它会直接把它隔开来吗？他也不会真的把它直接隔开来，他就是放一个 signboard 跟你讲这里就是 non halal 的结界这样子而已。那其实 shopping mall 里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那为什么换到来官方场合就突然间变得如此难以接受了？其实那个难以接受的点，真的是因为部长在这个宴席上面跟别人喝酒嘛。讲真的，部长他要喝酒，他也是跟非穆斯林喝而已，他也不可能去找穆斯林喝。那穆斯林有这个自觉性，他也不会来喝酒了，他也会去闪一边去。所以其实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在哪里喝酒，你跟谁喝，你是不是穆斯林的那个问题。那个逻辑最底层的那个逻辑就是，凡是官方场合，我们就是要以伊斯兰为先，我们就是要去高举马来人以及伊斯兰文化。所有非马来人、非穆斯林的这个文化的东西呢，它是不能够出现在官方场合的。因为如果它一旦出现的话，那它就会淡化伊斯兰作为我们这个官方立场的色彩。对于穆斯林的地位呢，它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通的。对于非穆斯林呢，对伊斯兰的了解就是，我们觉得它只是一个宗教。可是其实穆斯林已经一再强调，伊斯兰并不只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它渗透的层面呢，是正经文教，甚至是你日常生活，要不要包头巾，饮食习惯，要怎样上厕所的方式也好，还是说吃饭的方式也好，它层层叠叠都是有所规范的。所以呢，当我们非穆斯林去认为说这只是一个宗教而已，那如果你说你要在官方场合去加入一些伊斯兰的元素，你说可能要先念经、先祷告还是怎么的，并不是这样子而已哦。它涉及的层面是真的每一点一滴，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呢，它都是去渗透的。它就是一个 cara hidup 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呢，在于对医生的认知方面呢，非穆斯林跟穆斯林呢本来就有这个分歧。那么在这个分歧底下呢，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比如讲妈妈隔壁有一间烧肉店，我想呢，其实也可能会有人觉得不爽，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政府也没有禁止说妈妈店隔壁不可以开烧猪，政府也没有立法说哈捞店要跟 non 哈捞店分开。我不懂这一集流传出去之后，政府会不会突发奇想，就觉得想说这样哈捞的店应该要就是自己一排，然后 non 哈捞的店应该自己一排，哈捞跟 non 哈捞的店呢，应该是不可以两个币这样子。我不懂政府会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些奇怪的一些安排啦。或者是一个好像99那种 speed mart 这样子的，
其实它也是有卖酒精饮料的，只是说它在独立的一个冰橱里面装着，政府也觉得啊这样子就 OK 了啦，你要卖你就卖咯，也没有特别去禁止。那如果是好像吉兰丹有禁酒令，那就是说整个区域都是完全不能够出现酒精的啊，那就是另当别论了。但其实我们如果对于酒精这件事情，还是对于其他非穆斯林的事情都过于敏感化，那么最终它导致的就是全然的分化，就好像所谓的禁酒令那样。你就是把酒局限在一个地方，你看起来好像让一个地方清真化了，但其实你的语境就是这一片土地就只有穆斯林能住，你们非穆斯林呢，你们就只能够被我们划分出去，住在那个小小的地方里面。当然呢，这个在于穆斯林作为不好意思，有技术问题。当然了，这个作为穆斯林大部分都是穆斯林的地区呢，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那如果是在一些地方，可能说这个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比例是混合的，还是说非穆斯林是占大多数的呢？那么在这些地方，你是不是也要这样子来划分下去？那我要讲的东西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呢这个关于酒精饮料的事情，它一直在烧下去呢，它的第一逻辑就是，是不是说其实穆斯林跟非穆斯林是没有办法可以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去决裂的，并且在这个决裂的社会里面，其实穆斯林也清楚啊，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所以呢，事事才要以这个伊斯兰作为官方宗教等等云云的，他们的地位必须要摆在首位。以至于即使在官方场合里面，也所有的东西呢都必须要跟着这个伊斯兰文化来走。而你们非穆斯林呢，哎，很抱歉，你们就是少数。那你们其实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你们呢在这些官方场合里面呢，哎，你们就是你们的利益跟你们的地位呢都是没有办法其实也不是用凌驾这个字太奢侈了，甚至是连平等都是没有的。那非穆斯林就只能够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啊，你要喝酒，你要吃肉，我画一个圈子给你，你画地为牢哦。而其他的东西呢，其他的世界呢，都是属于穆斯林的。所以你在官方场合喝酒呢，你侵占到穆斯林的官方地位，所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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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你在国外开香槟，哎也不行，因为呢你还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所以连开香槟就算是在国外，哎这样子的行为也是不可以的。当然呢，我又想到呢，我记得很久之前呢，Najib 好像在英国被人家拍到一张照片，那他桌子上面呢放着一杯长得非常像红酒的饮料啊，但也有网民说，哎，可能是 Ribena。你看，好像纳吉他涉嫌桌子上面有一个长得很像红酒的饮料他就没事。现在的国有执行长呢，却被群起而攻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对于好像这些人物的攻击其实他们也不全然是那么的纯真嘛，不是那么的一视同仁，也是有在看。哎，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对象？虽然说国有的执行长地位也是颇高啦，但怎么高都好，也只是一个商人商人的地位，哎呀，也跟政治人物位高权重的部长比起来呢，哎，终究还是低了那么一丢丢啊。所以呢，那种矮家楼呢就不敢去攻击他们了。哎，对于这种商人还可以去骂两句。所以这次诚信党就出来跟你讲，哎，你这样子开香槟是不对的哦。那呃，如果说讲回去这两件事情的一个共同之处，那这两个事情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这个共同之处是应该是一点不同之处啦。呃，在这个张庆信旅游部的活动里面，它的酒水是旅游部提供的吗？其实我在我上一支影片就已经有讲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旅游部是绝对不可能这么蠢到去提供酒水，因为张庆信虽然他是华人，但是他的幕僚应该都是马来人，就算不是马来人，你在这个部门工作了这么久，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可以提供酒跟 non halal food，对不对？所以这个酒肯定都不是旅游部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些民间团体，或者是那3个出文告声援张庆信的团体，他们自己带酒过来，想要跟部长小酌2杯的。那至于说这个 F1 的活动这个赛车的活动呢，这个举办方嘛，它也是一个商业团体，
商业团体他们就觉得，哎呀，在我们的场合我们就提供酒咯，这样有嘉宾上台，我们就给他开香槟咯，这是以示尊重嘛，这是我们的这个庆祝仪式嘛，就好像你剪彩那样，在这个他搞的 gimmick 就是开香槟嘛，对他来讲就只是一个 gimmick 而已。所以呢，本来就是一个无心的一个行为啊，没有做的人他不会想那么多的。那几个提供酒，想要跟张庆幸喝酒那几个团体，他们也肯定不会想到会被什么围攻啊，会有什么敏感度啊，不会想到那么多的，你知道吗？可能他们就只是觉得，哎，今天是一个很开心的场合嘛，那既然说我们的这个宣传活动是对外的，是对国际的，哎，像我们也有很多中国的旅客啊、他们很喜欢喝酒，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场合小酌2杯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但没有想到呢，往往是这些无心之过啊，就会被无限的上纲上线的去炒作，炒到最后呢，阿克玛就出来叫嚣咯，就叫你，哎，张青青，你最好就是给我辞职，哦，不然就是安华，你最好给我炒掉他。因为他就说啊，张庆信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喝酒了。但其实张庆信呢，他在初期是蛮敢的啦。我觉得其实张庆信到现在呀、他已经是很收敛了，他已经是一直在退一步了。但是呢，我觉得至少在现在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他的态度还是有摆在那边的。那他早期呢，在国会呢就曾经呛过这个一党嘛，他就讲说，因为一党就讲说，你看你张庆信整天喝酒，给人家一种酒醉部长的形象，哎，你德不配位呀、哎，张庆信就站起来讲啊，歹楼在我们东马呢，喝酒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我跟那些可能在这个丰收节跟当地的民众一起喝酒，这是喝米酒，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吗？你讲什么讲啊？而且我是非穆斯林，我干嘛不能喝酒啊？张青青那时候就很大声的去呛这个一党的议员呐、一开始他的形象就是敢去呛的，过后呢，在他去在机场啊，他就说机场呢就举报这个机场贪污事件过后呢，这件事情其实到最后也是被扫去地毯底下了。但至少张庆幸呢，当时是非常敢讲的、他看这个事情他觉得不爽，他就讲，就算政府最后决定，哎呀，这种丑事没有办法追究，那至少它也发生过了。直到现在，在这个酒水活动的这个争议当中呢，诶，张庆庆一开始呢也没有说马上道歉哦，OK，他不像某某党，OK，某某党的姿态就是安华只要一不要讲安华出声啊，安华只要一皱眉头啊，就快快收回去，快快道歉了。张庆幸呢，他其实是没有说快快退缩的，他依然是找借口来掰了，就讲哎，这个是活动结束了才拍的啊，还是说这个酒水是民间团体提供的啊？当然这个也不是借口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真心的解释，因为我自己也是认为民间团体自己带酒来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你不是应该安排那个安检在门口呢？谁有带酒来就 block 他们吗？你又给他们进去哦，你给他们进去，你又给他们导出来哦，对不对？你给他们导出来了哦，还有人帮他们拍照哦，哎，这样你可以完全把全部的责任都放在张庆幸身上咩？你不觉得现场的安排也是有点怪怪的吗？如果说真的不能带酒的话，酒啊你在门口啊你都拿不进去了。我记得我曾经想要去一个高教部举办的活动啊，只是因为我穿短裙罢了啊，我都进不去了咯。因为他讲，如果你的裙子没有过膝盖，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对呀、你看如果你的规则是定到这么严你一般在门口就有这种安排了的，你不可能给他们拿到酒进去，还可以喝酒，然后还可以拍照的。既然都到那个地步了，我想呢，其实这个活动呢，它的那个本质就是比较三代的，比较轻松的，不会有太多的限制。没有人会想到，原来带酒进去是怎么更歹鑊的哦，这么罪大恶极的哦。就是这样子。而直到安华出来点名讲我给你一个 stern warning 张庆幸你不要再喝酒了啊。张庆幸呢也只是 no comment 这个是报章的官方报道，也是讲 no comment 而已。他没有道歉，他没有认错，他没有觉得不妥，他也没有去收回他之前的言论，他就是维持现状。这就是张庆幸拿得出的姿态。那我觉得其实张庆庆的这个姿态呢，已经是够好了啦。OK，我觉得对比某党呢，张庆庆的表现算是非常的及格啦，OK，算是非常的好了。因为呃，张庆幸呢可以算是所谓的开明派一个蛮显著的代表了。如果在这么大是大非的议题上面，因为安华点名，诶，
张庆信就跑去道歉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其他比你更加不开明、更加胆小、更加在你后面的那些部长跟同僚啊，诶，他们又该如何自处？当然，有人讲也是讲了，因为张庆信是东马政党嘛，所以呢，他的腰骨够硬啊，可以这样子去无视安华。但我觉得，正是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加持啊，那张庆信如果这个时候啊不挺起腰骨啊，哎，那你还指望西马的那些政党要怎么走下去呢？好，好看一下留言区啊，这位朋友啊，讲我对酒的情怀啊，其实我本身呢是不喝酒的。如果真的硬要喝的话，我也只能喝一点点啤酒而已。OK，因为真的不好意思啊，可能我真的没有什么品味。我对酒呢就觉得我觉得很苦涩，非常的呛口啦，所以我其实是个人是不喝酒的。但其实就好像我看到有些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的那样，对于这种关于酒的事情呢，民众对他的看法就是非常的两极化的。如果是非穆斯林呢，即使是不喝酒的，也会去挺张庆信。我们挺的从来都不是喝酒这件事情，我们挺的也不是张庆信的这一个人，我们挺的就是我们不要伊斯兰霸权，我们不要让所谓的右翼去主导对于这种所谓敏感议题的发声权、话语权。我们要挺的就是这些事情，不是每一次右翼冲出来，安华就必须要低头；每一次右翼冲出来，开明派就只能后退，不能够因为右翼是大多数，而开明是少数，所以呢，遇到一点点事情被人家讲两句啊，你开明派就没有话讲，就要退回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酒也好，对于张庆信也好，他们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真正我们要捍卫的东西是开明派的话语权啊。这位朋友一连串留了非常多的留言，那我就选一个比较相关的就好了。阿克玛可以大声责问张庆信在官方举办的宴会喝酒，成何体统？这像话吗？张庆信完全不敢对阿克玛呛声，知道是为什么吗？阿克玛向警局警员派红包啊，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懂这位网友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啦。OK，不过派红包也好，不派红包也好，我相信呢，以这个张继兴的财力啊，他要派红包也不是一个问题啦。可是我觉得要求张庆信呛回去呢，未免对他有点太严苛了，因为现在的那个整个舆论对张庆信呢确实是颇为不利，而且呢，安华也开声了。老实说，如果安华开声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张庆信就很难骂回去了。他只要保持现状呢，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就是，内阁它还是有这个集体责任，也就是我们讲的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意思就是呢，内阁的决定跟方向呢应该是一致的。那现在你的大老板走向啊，都发话了，你作为一个员工仔部长，你能够怎么样？而且旅游部也不是一个很高层的一个部长职位，所以其实张庆信呢也是哑巴吃黄连啊，有苦就讲不出嘛，他也不能够公开去呛安华啊。其实你看现在沙巴的这个州选举要到了，东马的局势可能会有一点改变什么的，那张庆信就只能够算了，让我很不爽，但是呢，我也只能够静静不讲话，这已经是他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那个容忍了。名字都有开香槟环节啊。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我甚至是怀疑会不会说，其实开香槟呢，真的是年年都有，只是往年呢香槟照开，但是没有人去炒作。我们的国家现在是越来的越右倾，很多以前
不是那么敏感的东西，现在都会变成很敏感。比如说国旗事件，你看国旗事件一出来过后有多少人把那种几十年前国旗倒挂、国旗不完整的事情都翻出来？为什么以前国旗倒挂？就把它挂好就好了。现在呢，就要变成什么判国罚款上法庭坐牢噼里啪啦一大堆来会不会是？其实会不会可能的情况就是，香槟年年都在开，以前都没有事情，就是今年出事了呢？马达尼政府上台后，越来越多这种极端右派的形式出现，到底是为什么？这次对安华真的很失望，既然警告张庆信，这条水骨子里根本就是保守右派假装的开明派。OK，对于安华呢，每一个持评人有自己的一个态度了。有人就讲说，哎，其实安华呢是什么欲擒故纵如果安华他不出来骂张庆信，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了结，可能导致张庆信呢这个火越烧越旺。但我自己始终是认为，其实安华你这样子去讲张庆信呢，你才真的是让整件事情都没有退路了。安华的最后立场就是官方立场，整个政府的立场就是这样子的立场安华你一出声呢，让整个事情真的是没有余地了。那往后的官方活动呢，或许会有更严格的限制哦。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是安排安检，你有带什么 non halal 还是什么酒，还是你裙子不过膝盖你都要被拦出去可能真的会这样子吧。至于马丹尼政府上台后，为什么越来越极端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以前乌统是那个霸权政府的时候，他给了保守马来人以及右翼安心，因为他告诉你的就是，你看我们乌统是老大，整个国家都在我们马来人的手中，所以呢，你不用那么的不安，不用那么的害怕。可是当马丹尼上台之后呢，右翼就开始散播一种论述，就是告诉你，你看现在非穆斯林华人他们把我们的政府抢掉了你看 DAP 整天骑在乌统的头上，所以现在我们是濒临受到危机的一群人穆斯林是受到危机的一群人。如果我们再不奋起反抗的话，在这整个国家都会被咖菲尔跟这些华人给抢去了马拉尼呢，确实是因为有 DAP 在啦而且你要说 PKR 也肯定不够 pass 那么的马来人，这个是他的原罪。这也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温床，让右翼去发展以前可以穿短裤，现在不可以。这个跟我刚刚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以前右翼感到安心，所以他不会跟你计较。但是现在右翼不安了，所以什么事情他都要跟你吵一通。而好像阿克玛那样子的人呢，他其实是没有管你右不右翼的。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左也可以，右也可以的，他只是想要上位而已嘛，只是想要上位而已有什么东西对他有利，他不是拿来讲咯。对哦，这位网友讲的，竞争开明只会越来越开明，竞争保守只会越来越保守。沙巴选举要来了，那沙巴州的选举可能跟宗教、种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觉得沙巴的开明与保守的竞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去接受，让一个相对没有叫做案底的反对党来执政。如果我们还继续让这个丑闻缠身，然后很多问题都处理不好的执政党继续执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保守的思想。开明的思想就是，既然这个政府做不好，我们就要把它换掉。这里还有一些对我自己的 comment，穿背心好好看呢。OK，谢谢。头发很特别其实是因为这个 ribbon 买了很久没有戴，所以今天拿出来戴一下。张信信都不要回应了的。安华如果不回应的话，土团党也没办法，吵多几次都没有人睬，他们就不会再找麻烦了。但是安华回应了，土团党就会的胆就会越来越壮。OK，我大概明白还要讲是什么了。那这位网友呢，他就有提供另外一个看法，可能可以回应一些所谓的洗地人就是讲说安华如果不讲话呢，这件事情本来就可以若无其事的过去了。反而是安华现在一讲话呢，本来想要平息这件事情，结果呢，却反倒给土团岛呢找到更多的位置去进OK，那这个
话题的，不知道吵到什么时候。OK，那剩下的留言，嗯，都感觉可能最后再点一点这位朋友啦，因为他也留言了2个。Even open champagne also got problem. How to progress？确实是连开香槟那么小的事情都可以，搞得那么大件事啊，那其他的事情就更加不用谈了。这位朋友，加码的应该是加码的粉丝吧？前有加码，会有阿克玛，加码现在都销声匿迹了，不懂把郭树庆的那个诽谤钱还清了没有？乌统一路来的作风啊，乌统呢，现在的年轻一代投机分子非常的多了，阿克玛，我觉得他也是其中一个。你相不相信，如果有一天开明派的论述比较好卖了，阿克玛会变得跟现在的张庆信差不多一样，或者是好像凯里那样呢？大家不要忘记哦，其实以前凯里的形象呢，也曾经是像阿克玛那样的。所以说，政治人物呢，什么形象对他有利，他就会扮演什么角色。只有当开明派把我们的论述做大，做到有 market 之后，我们才可以强迫啊，就是让这些政客呢，逼不得已要变去开明派，以获得更加多的支持。道理就是这么的简单啦，可是做起来却非常的困难。这应该就是我今天对这场直播的总结了。那感觉上呢，星期三做直播真的比较好哦，因为呢连续2次星期三开播，这个人数呢都是比较乐观的。那希望下个星期三也一样可以继续看到大家啦。那今天就先到这里，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要点赞、订阅、分享哦。